这是一首乐府题材的诗，全诗共有50句，500个字。乐府诗一般语言朴实自然，回旋反复，形象鲜明，音调和谐，文字活泼，具有较强的口语性。它押韵灵活，用韵较宽，可换韵，不限平仄，也不限对仗，而且便于叙事和抒情。因此后人有时也把乐府或乐府诗作为民歌的代称。邵雍要通过一首诗来系统地表达自己对当官、对功名的态度，用绝句和律诗都会显得敷衍，因此用乐府的题材是合适的。诗体中的韩子华指的是韩绛，字子华。1055这一年，他任河阳太守。河阳大约在今天的洛阳、孟津和孟州一带，而三城指的就是河阳三城，分别是北中城、中滩城、南城。河阳面临黄河，为洛阳北部门户，素有三城之险，古人称其为东西之妖姬，南北之咽喉。舍人之名最早见于周礼地官，是一种古代官职，比如中书舍人、太子舍人。宋元时则称显贵人家的子弟为舍人。邵雍在诗题中已经以三城太守点明了韩绛的官职，这是尊敬，但他又在韩子华的名字后面加上了舍人二字，意在更加拉近两人的关系，是向朋友诉说知心话的真诚表现。开篇4句从洛阳自为独到营门松少寒，表面看这4句是写二人共同所处的洛阳之地，这是二人的同。开篇先道出二人的共同点，既拉近了人物关系，也为接下来转入不同做铺垫。同时文章见格局识眼界，开篇的这4句就体现了邵雍的格局和眼界。他看得见千年古都洛阳的厚重底蕴，撑得起立足天地之中而放眼四海的宏大格局。洛阳自为都2000有余年，最早从夏朝太康开始以洛阳为都，当时名叫真寻，到后晋为止，洛阳为13朝之都。根据当代的断代标准，从夏朝太康到邵雍写诗的1055年，洛阳城已经存在了大约2900多年。举部图记中开幕今古间，图记指文记图书。这句诗以夸张手法说明洛阳城的每一寸土地遍地都是文字图书，放眼望去，一砖一瓦皆有古时缩影，形容洛阳的文化底蕴极其深厚。西北即宫殿，东南倾山川，即指高耸。古代的洛阳在地理上有四面环山、六水并流的格局。这句诗描写的是诗人当时的洛阳城地理地形特征。此句的东南倾山川指洛阳东南方的嵩山，与下文营门松少寒相呼应。赵人伊洛清，营门松少寒，伊指伊河，洛指洛河，松指嵩山，少可能很多人第一想到少林寺，但从对仗的角度看，应该指少室山。从水竹最佳处到探经得根源，这6句诗写诗人的居所和日常生活。水竹最佳处，吕道之南篇，人必自重而后人重之。在洛阳这个城市里，水竹最佳处当然不会是邵雍所居的这个破烂家，但诗人却以知足和骄傲的口气，断然地向韩子华这位显贵舍人宣布，这里就是水竹最佳处，表现了诗人不卑不谄、傲骨坦荡的气势。吕道之南篇，这里是指刘君玉等人在6年前为他在吕道坊西天庆观东购买的宅院位，下有幽人室，一径通柴关。幽人室指隐士隐居的陋室，柴关指柴门由之寒舍。这句诗邵雍在这里幽默了一下，隐士的居所都有曲径通幽的意境和雅趣，重重叠叠的让人云里雾里不知处，但邵雍却说自己这幽人室不一般，从陋室到大门是一条小径直通，不曲也不折，这既写出了其家境的清贫，也表现了诗人坦荡自然、不骄不恃的真诚。其次，西汉蒋许辞官后开辟3境，
只接待志同道合的朋友。后人用三境表示归隐后的原朴生活。陶渊明有三境旧荒，松菊犹存的诗句，邵雍也曾在《闲行吟》里有常忆当年扫壁炉，未尝三境草荒芜的诗句。在这首诗里，诗人以一境对比人们所熟知的三境，自嘲这种连隐者都比他强的生活处境。